同学们，大家好！从今天开始，我们将一起学习基础生物化学这门课。生物化学是生物学、医学、农学、林学、植保、园艺、食品等大生物类专业本科生的必修基础课，是现代生命科学知识体系的重要一环。通过本课程的学习，同学们可以掌握生物化学的基本概念和理论，了解生物化学研究的基本技术与方法，建立起从生物化学角度、分子水平理解生命现象本质和规律的知识体系。下面我们首先学习绪论部分，我们将从6个方面展开探讨。自然界中存在着各种各样的生物，天空中飞翔的鸟，水中游泳的鱼，可爱的大熊猫，当然还有会说、会笑、会伤心、会思考的人类。那么我们会问，这些形形色色的生物在化学上是否具有同一性呢？是否具有相同或相近的化学组成？是否遵循相同的化学规则？这正是生物化学要研究的问题。什么是生物化学？生物化学是化学和生物学的交叉学科。生物化学研究生物体的化学组成，维持生命活动的各种化学变化及其相互联系的科学。首先研究的是生命的化学组成，然后研究这些物质如何变化、相互作用，实现生长、发育、环境适应等生物学过程。总的来说，生物化学是一门从化学角度、分子水平研究生命运动化学本质的科学，是现代生物学的核心基础之一。生物化学的研究内容包括3个方面。第一个方面是生物体的化学组成。组成有机体的生物分子可以分为4大类：蛋白质、核酸、多糖和脂质。其中蛋白质、核酸、多糖属于生物大分子，它们均由简单的单体聚合而成，如千差万别的蛋白质均由20种氨基酸组成，决定不同物种的遗传信息 DNA 均由4种脱氧核糖核苷酸组成。这如同英文字母虽然只有26个，它们可以组合出成千上万个单词，而这些单词的不同排列组合则形成了千差万别的作品。从生物化学角度来看，细胞的组成可以分为4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是氨基酸、单糖、核苷酸、脂肪酸等前体分子。第二个层次是生物大分子，如蛋白质、DNA、纤维素等，它们由单体聚合而成。第3个层次是超分子复合体，由多种生物大分子和小分子聚集而成，如染色体、细胞膜、细胞壁。第4个层次为细胞及细胞器，它们则由超分子复合体组装而成。生物化学研究的第2部分内容是生物体内的物质和能量代谢。新陈代谢是生命活动的推动力。通过新陈代谢，生物体不断地从环境中吸收物质能量，合成自身所需要的物质，同时将自身的物质氧化分解，将废物排出体外。新陈代谢是通过大量的酶促序列反应来实现的。这些代谢反应相互联系、协同制约，而且与能量转换相偶连，形成各种相对独立的代谢通路以及纵横交错的代谢网络，并且形成了一套严格精巧的调节控制机制，使各种代谢有条不紊地进行。生物体内的代谢可以分为2个大类：释放能量的分解代谢和消耗能量的合成代谢，而 ATP 充当了生物体内能量的通货。在分解代谢过程中生成 ATP
在合成代谢时则消耗 ATP。生物化学研究的第3部分内容是信息代谢，即中心法则的实现过程，包括基因的复制过程、RNA 的转录过程和蛋白质的翻译过程。中心法则既可以视为物质代谢的过程，更可以看作是遗传信息世代传递和表达的过程，构成了生物体内信息传递的主要通路。下面我们接着了解生物化学的发展史。生物化学的发展大致经历了3个阶段：静态生化时期、动态生化时期及机能生化与分子生物学时期。静态生化时期从18世纪70年代开始到20世纪之前为止。伴随着现代化学的兴起而发展，该阶段主要是从有机体中分离纯化简单的小分子物质，并进行鉴定。如拉瓦锡定量证明呼吸过程和化学氧化是相同的，普雷斯特利发现光合作用。动态生化时期从20世纪初到20世纪40年代，此阶段主要集中在对生物大分子化学组成、序列、空间结构及其生物学功能之间关系的研究。1903年，纽伯格首次使用了生物化学一词。1922年，萨默首次获得了尿酶晶体，并证明酶就是蛋白质。1937年，克莱伯斯提出了3羧酸循环。1944年，艾维瑞证明了 DNA 是遗传物质。20世纪50年代以后，生物化学进入了机能生化及分子生物学时期。此阶段，生物化学进入突飞猛进的大发展时期，建立了现代生物学信息流动的中心法则，并以此为基础发展出了遗传工程，并开启了基因组时代和功能基因组时代。如1953年，沃森和克瑞克提出了 DNA 双螺旋结构模型。1958年，克瑞克提出了生物信息流动的中心法则。随后又提出了操纵子模型，破译了遗传密码。在20世纪70年代，随着限制性内切酶的发现，开始兴起了重组 DNA 技术。从此人们便可以自主地按照人的意愿去改造遗传信息。这张图是提出 DNA 双螺旋结构的沃森、克瑞克以及他们搭建的 DNA 模型。右侧呢，则是他们发表在 Nature 上的研究论文。这篇论文呢，仅有1页的篇幅，但是这是一个划时代的一个发现。许多诺贝尔奖的获得者均与生物化学的研究有关，特别是化学奖和生理医学奖。具体可以参考我们教材的附录部分。上世纪末到本世纪初，生物学研究进入了基因组时代，各种模式生物的基因组先后被测序完成，其中最重要的就是人类的基因组测序。随后，生物学便进入了功能基因组时代。该阶段最重要的任务就是要阐明生物体内每一个基因、每一个蛋白的功能，以及它们是如何实现功能的。谈到生物化学和其他学科之间的关系，我们便不得不提及另外一个学科——分子生物学。生物化学和分子生物学2个学科密切相关，并且有部分内容是重叠的。2者共同构成了现代生物学的分子基础，构成了从分子水平解释生命现象的理论体系。但2个学科呢又有所不同。生物化学强调的是生命的化学组成和化学变化，而分子生物学则更强调生物信息的传递和呈现过程，强调基因及其产物如何实现生物学功能。
生物化学是生命科学的基础学科，与生命科学各分支交叉，便形成了动物生物化学、植物生物化学、微生物生物化学、医学生物化学等学科。同时，生物化学与生物工程各学科，如基因工程、酶工程、蛋白质工程、细胞工程、发酵工程等，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学习生物化学这门课有什么意义，又有什么作用呢？首先，生物化学可以揭示生命运动的本质，提高人们对生命现象的认识。比如，一粒种子是如何发育成一棵大树的，每天的食物是如何被消化吸收的，人类的肌肉的收缩与松弛的过程是怎么来实现的，细胞如何感受信号，调节代谢和基因表达。学完生物化学，我们将对这些问题会有更深刻的认识。其次，生物化学的知识、技术和产品在我们生活中无处不在。在医学领域，如制药、疾病预防、临床诊断等都会涉及到生物化学的知识，比如生化制药，比如预防疾病使用的疫苗，比如我们每次去医院都会开一个生化化验单。在农业领域，生物化学也有广泛的应用，比如遗传改良、生化分析、农药开发。在食品科学中，比如食品的化验、营养成分的分析、发酵等等。在工业领域，如生物能源、生物塑料等等过程都会涉及到生物化学的知识和技术。接下来我们一起来看一下我们这门课的安排。基础生物化学这门课呢，包括两部分，一部分是理论课，包括4部分内容：生物分子的结构与功能、生物与物质与能量代谢、生物信息流、代谢及基因表达调控4部分。同时我们还会开设配套的32学时的实验课，主要涉及蛋白质、酶学、核酸等部分的6个实验，主要是要培养同学们的生物化学实验技能。我们这门课采用的教材是郭爱光教授和我本人主编的基础生物化学第3版，该教材联合了6所高校共同编写，由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另外，我给大家推荐2本参考教材，一本是王敬言等人主编的《生物化学上下册》，这是目前国内最权威的、最完整的生物化学教材；另一本是尼尔森等人主编的英文教材《Principle of Biochemistry》的第6版。如何学习生物化学？生物化学是一门实验学科，需要理论与实践并重，只有将理论和实验并重，才能更好地掌握相关知识。其次呢，要将生物分子的结构、功能、信息相统一。结构决定了功能，结构同时是一种信息。生物化学的知识非常庞杂，需要在理解基础上适当记忆。庖丁解牛一文中写道：使臣之解牛之时，所见无非全牛，3年之后，未尝见全牛也。这是描述这个庖丁解牛的最开始的时候，他看到的就是一头牛，但是当他这个杀了3年牛之后呢，他看到的牛已经不是一个牛，而是他可以看到里面的每一个经脉、每一个骨骼所在的位置。希望大家学完生物化学后，看到的不仅仅是过程，而是过程后面发生的各种化学变化。同学们，我们这一章的内容就学到这儿，在随后的章节里面，让我们一起畅游在生物化学的世界。